这小区的大妈每天出门都要摸一摸这块水泥地，因为这地面实在反常，温度竟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即使等到太阳下山，这块地方依然热浪逼人。小区居民都认为要么是漏电了，要么就是天然气泄漏了。接着找来电工师傅检查，发现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也来了，他们用工具在地上探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那现在怎么办呢？大家一商量，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一看温度计，都快超过100度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也不肯继续往下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物业赶紧请来几位专家调查真相，没想到专家的一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接着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随着坑越刨越深，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一下子也不见了。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大家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钻探队。钻探队把一根长长的钻头打进了地下，一下就挖上来很多黄土，也就是说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恍然大悟，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那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农村大妈每隔2天就要买一条秋裤，却常常没有秋裤穿，因为她每天一睁眼，秋裤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10天内就烂了8条。就算是新买的秋裤，也是穿一条烂一条，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但同睡一张床的丈夫，秋裤每天都好好的，大妈百思不得其解。她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出现这个情况后，还特意和丈夫换了位置，本以为没事了，但秋裤还是每天都破。她觉得床上肯定有什么小虫子，趁她睡觉咬破的，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并没有找到什么虫子。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可万万没想到，裤子还是照样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村民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他们猜来猜去，觉得这些洞很可能是老鼠咬的，但这好像也说不通啊。为啥老鼠不咬棉被，也不咬丈夫的秋裤，偏偏只咬她呢？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整天就睡在卧室里，所以不太可能是老鼠。由于他家后面就是山林，有村民提出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的。于是大家在山上进行了仔细搜索，并且在房子周围撒上了石灰。可几天过去了，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时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呢？但这个猜测很快也被否定了，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真是奇了怪了，村里有300多户人家，为什么只在大妈身上发生了这种事呢？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丈夫说，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唯一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但窗户非常结实，不可能有人能通过。一番分析下来，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仍然找不到答案。但秋裤依旧每天破洞，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最后大家找来了专家，专家看着破洞边缘形状，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至于为啥不咬丈夫的秋裤，专家猜测老鼠可能之前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一些衣物，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最近频繁咬秋裤，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急需装修，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果然发现了异常。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见，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呢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里正好开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能。医生说，如果喷嚏碰脚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测试，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随后吞下几朵花，接着来做胃镜检查。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本准没用100斤橙子捕杀狒狒，手法非常奇特。他这一去，让整个深山的狒狒都崩溃了，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猎人先在树下布置了100斤橙子，橙子鲜艳的颜色很快就能引起狒狒的注意。猎人只需要埋伏在树上，等待狒狒上钩。结果等了1小时，狒狒没引来，倒先引来了2只猴子。他们并没有发现猎人，猴子在这里同样也很泛滥。猎人并没有手软，举起吹剑瞄准猴子，一击命中。猴子并不是他的目标，只能等待狒狒出现。远处一只狒狒终于发现了橙子，同时也发现了他，不停地发出警示。看来还是太小瞧狒狒了，在树上蹲守的方式明显不行。3天后，猎人换了个地方，再次布置了大量橙子。这次猎人学聪明了，在橙子面前搭了一个小木屋，这样就把自己完美隐藏了起来，而且距离猎物更近，更容易击中目标。不过呀，还是猴子先来到了这里，他们警觉性比较差，只顾埋头吃橙子。猎人顺利刺中了一只猴子，其他猴子四处逃窜。没过多久，一个狒狒族群发现了这里，周围不停传来狒狒的叫声，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年幼的狒狒。猎人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狒狒头领的出现。很快，狒狒头领走了过来，其他狒狒纷纷躲开。头领看着非常强壮，如果不能一击命中的话，可能会对猎人发起攻击，后果很严重。现在时机成熟，猎人缓缓把吹剑瞄准了他，头领没有任何察觉，还不停地驱赶其他狒狒。头领近在咫尺，就是现在。猎人精准射中他的心脏，但他好像没有太大反应，在木屋前来回徘徊，最后还是没挡住橙子的诱惑，继续拿走了一个橙子。但就在这时，他开始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倒下了。不过猎人判断错了，这时一只更强壮的狒狒走了过来，看起来这个才是狒狒头领。他环顾四周，显得很谨慎，橙子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很快就吃得忘乎所以了，这正好给了猎人下手的机会。效果立竿见影，这个族群的狒狒都远离了这里。据他观察，当地有3个狒狒族群，他的目标就是猎杀族群的头领，只有把首领干掉，新头领才会领着族群去其他地方生活，可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狒狒数量。所以猎人继续等待其他狒狒族群的出现。过了很长时间，另一个族群的狒狒发现了这里，一只强壮的狒狒头领走了上来，他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吃得津津有味。猎人再次举起了吹剑，现在已经解决了2个族群，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又过了很长时间，第3个族群终于出现，这个身材魁梧的肯定就是首领。中间后他并没有跑远，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木屋，但没撑多长时间也倒下了。到目前为止，3个狒狒部落首领都被干掉了，还顺带干掉了许多小狒狒，相信当地的生态很快就会得到恢复。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问她里面是什么，大妈一句话没说，转身快速离开了。等再次遇到她，大妈正在吃猫罐头，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这才看清楚，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夜幕降临，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为啥有家不回，天天露宿街头呢？沟通了好长时间，大妈终于讲话了，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毕竟人多势众。大妈同意了。来到门口，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挨个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上面还有2把锁。刚进来，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屋里窗帘紧闭，没有一丝光亮。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说是怕有人偷，但真的有小偷吗？在大妈的同意下，大家安装了摄像机，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一夜过去了，没发现小偷，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整夜不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她指了指天花板，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整夜嘲笑她。听到这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8成又是心理问题。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一番交流下来，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会时不时出现幻听，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只要治疗得当，还是能好起来的。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说会好好配合治疗，几个月后再见到她，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成为了一个正常人。他们对着大妈的胸部 X 光片议论纷纷，都感觉不可思议，因为 X 光片显示大妈胸口竟然有根5厘米长的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拿金属探测仪在大妈胸口一扫，
仪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这针已经在体内存在10多年了，最近体检才发现，关于这针是怎么进入体内的，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吃东西误吞下去的，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医生否定了。通过食道很难到达现在的位置。另一个大叔说，也许是大妈做完针线活后睡着了，翻身过程中针就刺入了体内。医生说这种假设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胸前的软骨很容易就会被刺穿。现在针距离心脏只有1毫米，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可能危及生命。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针取出来。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医生表示手术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紧急情况。医院在做好万全准备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针和静脉看起来很相似，因此很难区分。为了避免触及肺部和心脏，手术不能出现一丁点的失误。不过还好，经过漫长等待，医生成功把针取了出来，已经变得锈迹斑斑。术后大妈状况良好，看着伴随了自己10多年的针，大妈唏嘘不已。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女孩父母知道后，不但不报警，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万事俱备，就缺新娘了。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已经策划了1个月，临出发时，新郎的长辈还叮嘱，千万别让他跑了，抢人尽量小心一点，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但什么都没说，好像已经习惯了。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见时机成熟，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时刻准备着。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趁女孩不注意，直接下手架了起来，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节目组大为震惊，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脸上还笑嘻嘻的。面对一群陌生男人，女孩惊恐万分，奋力反抗，但无论怎么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说早晚都得结婚，可谁结不是结呀？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他一言不发，内心早已乐开了花。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大家一片欢声笑语，都在等待新娘下车。女孩死死把住车门，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像拖一件货物一样，看着无比绝望。拖进婚房后，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轮番规劝，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女孩一心只想回家，哭声里充满了绝望。长辈们也不着急，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几个小时后，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看起来已经妥协了。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男方带上1只羊作为彩礼，出发去了女孩家。大概的流程是，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对不起，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来给你说一声。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不仅收下了礼物，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女孩妈妈说，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但还是很开心的，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看得出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两家人举杯庆祝。从第2天开始，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记者看得很迷惑，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这里将近1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但无济于事，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大姐只是吃了块生鱼片，朋友都觉得她有病，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生鱼片，而是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鳐鱼。发酵的鳐鱼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之一，但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干完了一盘，还说根本没感觉。这话彻底激起了节目组的好奇心，给她安排了一个残酷的挑战，带她来到了鳐鱼发酵储藏室。门一打开，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怎么跟你形容呢？狗闻了都嫌臭，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然而大姐没有任何感觉，主动贴着鳐鱼闻了又闻，甚至情不自禁舔了几口，说一点都不臭。那么好，挑战继续升级，大家又给她准备了冰醋酸，浓度是普通醋酸的45倍，然而大姐还是没有任何感觉。节目组算是彻底服了，一问才知道，
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大姐说自己嗅觉异常，根本就闻不到任何味道，所以才不会觉得臭。说起来还是挺心酸的，这给她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障碍。做饭常常会放入过量的盐和辣椒，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但最严重的是，她经常会忘记关燃气，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大姐说自己如果恢复了嗅觉，最想闻的就是鳐鱼的味道，想知道什么叫做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医生说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属于先天性缺陷，是无法恢复的。听到这些，大姐却并没有很伤心，说自己已经习惯了，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她现在是养老院护工，平时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因为闻不到气味，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把缺陷变成优势。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秃头男人在暗网买了瓶生发液，客服说非常好用，零差评。用完后他整个人都崩溃了，连眼睛里都开始长头发。最后才知道为啥是零差评。使用说明一共3个步骤：先把头发剃光，再涂满生发液，最后戴上硅胶帽，等待片刻就能得到一头秀发。其实他也没期待有什么效果，毕竟买都买了，那就试试呗。看着每根都有自己名字的头发，他恋恋不舍地剪掉了，再用剃须刀刮几下就成了秃瓢。伤口还在流血，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第2步操作，挤出了一坨粘稠的黑色液体，对着镜子刚准备抹去，瞬间犹豫了。他突然发现剃掉头发后反而变得有点帅了，要多帅有多帅，皮肤也很白，真是个帅帅的大男孩。但看着生发液上茂密的头发还是挺羡慕的，那就试试吧。果断把液体抹了上去，他没注意到这生发液好像有生命一样，自己慢慢扩散，死死吸附在了头皮上，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他以为是正常反应，就这样忍着疼痛，把一整瓶生发液涂满了每个角落，好像给头皮铺了一层沥青。过程中他竟然还有点上瘾的感觉，见瓶子还没空，他使劲往外挤，可最后一点残留的生发液怎么都挤不出来，瓶子里还传出来诡异的声音。他看得入迷，液体突然毫无征兆地喷出，把他吓得差点跌倒，生发液还喷到了眼睛里。他赶紧冲洗，可还是晚了一步，液体已经钻进眼睛，瞬间红肿起来。不管那么多了，他逐渐失去理智，忍着疼痛进行最后一步，戴上头套等待奇迹的发生。就这样静静等了几个小时，头皮开始传来阵阵瘙痒，突然一阵剧烈的刺痛袭来，像是有什么东西迫不及待的要钻出来，这把他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用力撕开头套，接着把生发液都洗掉了。他这才发现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每个小疙瘩还在蠕动，似乎正在含苞待放。他好奇的用力一挤，扑哧一声，疙瘩瞬间破裂，浓白的酱汁喷得到处都是。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几根粗壮的毛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画面说不出来的诡异。看到这一幕，他反而笑了起来，心里瞬间乐开了花，准备继续拔苗助长，一个个把痘痘挤破。后来索性直接挠了起来，没一会脑袋变得血肉模糊，瞬间整个头皮开始齐刷刷的冒头发。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拥有了一头秀发，这也太帅了吧！他忍不住自拍，突然眼睛一阵钻心的刺痛，他对着镜子一看，直接吓懵了，眼球里似乎也有东西想要钻出来。再仔细一看，一根毛刺破眼球冒了出来，眼球竟然也开始长头发，一定是见到眼睛里的生发液开始起作用。他现在只想把这头发揪出来，尝试了好久还是没能下得去手。这时他看到了水池旁的剃须刀，瞬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起剃须刀慢慢靠近，忍着恐惧掰开眼皮，一刀下去，还真把头发刮掉了。可还没高兴一会，眼睛再次刺痛起来，整个眼球内都在冒头发，他疼得脚下一滑，直接撞昏了过去。吹风机也不小心被打开，在吹风机的持续加热下，眼睛里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长，连塑料浴帘也被点着了。幸运的是他终于醒了过来，这时他全身上下都长满了浓密的毛发，吓得赶紧从浴室逃到客厅，打电话质问客服生发液到底怎么回事。电话还没接通，火就冲了过来，家里瞬间变成火海，最终他被大火吞噬。看着手中的生发液，他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款产品没有一个差评，因为用过的人都死掉了。中国奶奶在美国算了一卦，神婆说今天是她这辈子运气最好的一天。她听完直接把存款都取了出来，正好碰上银行做活动，她恰好是第88号客户，银行直接送给她8袋大米。看来今天运气果然不一样。接着她特意擦了香来到赌场，第一次来赌场就把全部身家压在了8号。想到这小球转了几圈还真稳稳落在了8号，50块瞬间变成了1000块。奶奶乘胜追击，直接100块压8号，结果小球还是很听话的落在了8号，筹码再次翻倍。看来今天真的是自己的幸运日啊！奶奶信心爆棚，直接将全部筹码梭哈，全压在了8号。这个玩法让旁边的老外看得心脏直突突，劝他冷静一点。奶奶直接不理。转盘再次转了起来，不出意外，小球还是落在了8号，3000立马变6万，奶奶瞬间征服全场。这下周围的老外算是彻底服了，奶奶则一脸傲娇的开始玩其他项目。其实她不懂什么游戏规则，不管玩啥张嘴就是。
可奇怪的是，大妈压啥中啥，很快就赢得盆满钵满。然而奶奶并不满足，最后想玩个大的，把全部筹码都梭哈了。结果运气好像用完了，这局输得干干净净，连本金都输了进去，一下啥都没有了。这感觉跟过山车一样。奶奶不服气，又去找神婆，把今天的事都告诉了神婆。神婆算了半天，告诉奶奶一个开运方法，那就是用菊花和金鱼一起泡澡。回家后，奶奶照做，在浴缸撒了点菊花。隔天在公交车上，一老头睡着后一直往他身上靠，刚推回去又靠了上来。奶奶不耐烦了，这老头睡得这么死吗？她伸手往老头鼻子上一探，还真死了。大妈瞬间慌了，刚想下车，这时司机一个急转弯，老头的包突然掉在了他身上。出于好奇拉开一看，满满一袋子美元。再一看这老头纹龙画凤的，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左右看了一圈也没人发现，直接就把钱背家去了。第二天大妈就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嘿嘿，怪物把自己的鼻涕抹在女孩伤口上，伤口竟然瞬间愈合了，同时还飘散出一股恶臭。女孩这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然而怪物并不知道，这个想法将会把她带入万丈深渊。最后的反转让人始料不及，女孩意外流落荒岛，为了生存，她在岛上转了一圈，什么生存物资都没找到，天也渐渐黑了下来，她都要绝望了。这时身后飘来一股恶臭，还伴随着一声巨响，她循着气味找去，竟发现了一堆干柴和打火机，随即生着了火，点燃了黑夜中的一丝希望。然而远处一双诡异的血红大眼正盯着她。第二天女孩醒来就发现身边出现了很多食物，随之一股恶臭再次袭来。女孩抬头一看，赫然出现一个怪物，吓得她撒腿就跑。怪物紧追不舍，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女孩脚下一滑摔倒了，膝盖都磕破了。怪物见状不仅没伤害她，反而还摸了一手鼻涕涂在了伤口上。女孩吓得惊慌失措，没想到的是伤口竟然奇迹愈合了。随后怪物还帮女孩摘野果吃，看起来这怪物也不坏呀。他们就这样愉快地相处起来。不过怪兽的体味是真臭，女孩竟想要帮怪兽洗澡，但怪兽碰到海水却很恐惧，洗澡也就不了了之了。第7天，远处传来汽笛声，女孩总算得救了。她坐在船上却有些失落。回家后，她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洗完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香气的来源就是那件沾了怪物鼻涕的脏衣服，这味道奇香无比，之前从来没闻到过。她忍不住抱着闻了又闻。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他找到专家对衣服进行化验分析，结果在衣服上检测出了未知的香气成分，这是个伟大的发现。专家显得异常兴奋，问他怎么弄的，他却绝口不提，心中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返回小岛，鼻涕怪见到他开心的像个孩子，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想装上满满一箱鼻涕。鼻涕怪二话没说，接着分泌了大量粘液，女孩直接上手抓，一点点往箱子里撸。女孩凭借这些鼻涕做出了风靡世界的香水，香水令所有女人魂不守舍，很快就销售一空，女孩赚得盆满钵满。为了不让外人发现这个秘密，女孩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座偏僻的无人小岛，本以为能一直顺风顺水，不料军方也意外拍到了鼻涕怪，政府怀疑它散发的恶臭是有毒气体，于是决定派出军队消灭鼻涕怪。就在坦克瞄准鼻涕怪的这一刻，女孩冲了出来苦苦哀求，但根本无济于事，最终鼻涕怪还是被消灭了。女孩痛苦不已，不仅是好朋友死了，自己的香水生意也泡汤了。没想到的是，怪物死后，市面上又源源不断的出现了这款香水。镜头一转，女孩正在往玻璃杯中刮着什么东西，转过脸才发现，她把怪物的鼻子移植到了自己身上。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蚀剂，经过酸蚀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
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予以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这是越南民间诡异的返老还童术，将80岁老头丢进烧红的大缸里，熬成蓝色的粘稠液体，再倒进人形模具里，瞬间呢就成了18岁的帅气男孩。这就是小伙的祖传手艺，可一旁的大叔不知道，这一逆天操作即将为他引来杀身之祸。这天穷困潦倒的大叔遇到一个走街串巷的小伙，小伙说自己的手艺是让人返老还童。大叔认为小伙疯了，说着呢就要走。小伙则表示可以带大叔一起赚钱。接着呢带大叔来到一大户人家，小伙表示可以让夫人重回18岁容颜，而且呢报价很低，只要300块，不成功的话10倍赔偿。唯一的要求就是操作过程家属不可以看。夫人半信半疑，正好呢公公已经在床上躺了3年，于是想拿公公练练手看效果。小伙信誓旦旦保证要把公公变成18岁的帅气男孩。他们一拍即合，立即开始了操作。小伙起锅烧炉，把大缸烧得滚烫后，准备把老人放进大缸，这把大叔吓坏了。小哥没解释太多，让他照做即可，说绝对安全。事已至此，两人合力把老人放进烧红的大缸。大叔吓得捂上了眼睛。就在这时，小伙在缸里加了一种神秘液体，瞬间一切变得恍惚起来。小伙不停地搅拌，很快老人就变成了蓝色的粘稠液体，还散发出阵阵恶臭，把大叔恶心的不行。小伙呢却笑了起来，说汤熬的差不多了。接着呢把勺子递给了大叔，让大叔把蓝色液体全部盛到人形模具里。大叔看在钱的份上，忍着恶臭照做。随后呢两人一起盖上盖子，现在只需要静静等待5个时辰。1夜过后，模具开始晃动，动作越来越大，大叔吓得连连后退。小伙呢却笑颜逐开，看来那是成功了。打开模具，里面的人噌的一下坐了起来，老人果然变成了一个帅气男孩，甚至呢还做了发型。大叔终于信了，这不发财了吗？欢呼声把老爷夫人引了过来。夫人看到帅气小伙也感到不可思议。Anh ơi, anh là cha của tụi em thiệt hả? Anh ông nội tụi bay。随后他们对老爷夫人都做了返老还童，他俩都变成了7岁小孩，两人也得到了巨额报酬。慢慢的他们名声大噪，生意也越来越多，赚得盆满钵满。可这时大叔却起了贪念，你看啊，整个流程自己早就学会了，只要独占这个人形模具，那不就发了吗？于是呢趁小伙熟睡，把他绑了起来，连夜带着模具跑路了。但大叔不会想到，这正好中了小伙的套路，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第二天，大叔来到约定好的大户人家，这家的夫人想要重回18岁，没有太多废话，大叔按照小伙的步骤开始操作，没成想却出了大事。等待了6个时辰后，模具却一点反应没有，趴在上面仔细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声音。这时呢，屋外传来了老爷的敲门声，他这下真的慌了神。老爷带人冲了进来，他谎称18岁的老婆现在就在模具里，说完呢就偷偷溜走了。老爷赶紧招呼下人打开盖子，结果里面空空如也，看到缸里还有老婆的鞋子，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这是失败了呀。接着呢找人要把大叔抓回来。逃跑的路上，
大叔突然被一道金光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正是小伙。原来这小伙是天神，为了考验人性来到人间。大叔不停的求饶，天神则表示自作孽不可活。说完呢，就化作一团火焰消失了。这时老爷手下也赶到了这里，要把大叔打死。就在这时，一句手下留情，众人发现夫人竟然回来了，看来是天神施法，大叔总算逃过一劫。所以说呢，做人不能太贪婪，